0.55万吨大驱成了美军追赶的天花板。美国媒体发现不对劲，其顶部天线看不懂。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解放军海军所列装的0.55万吨大驱是中国军队列装的首款在整体设计上领先美国的主战舰艇，甚至成为了美军下一代巡洋舰追赶的目标。最近，为了回应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中国军队出动了2艘0.55万吨大驱，参加了在台海的联合演训。美国媒体分析称，美国海军推测认为，0.55是一款总排水量达到12000吨到13000吨之间的巡洋舰，而不是驱逐舰。相比之下，美国海军未来的伯克3级驱逐舰的排水量约为10864吨，在长度和排水量方面，0.55也大于美国计划退役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最近曝光的俯拍镜头，很好地展示了南昌舰的112个垂发单元，这可比伯克3驱逐舰的96个垂发单元更多。而更重要的是呢，中国海军配备的垂发单元要比美军通用的垂发单元的直径更大，可以布置体型更大的导弹，这在未来冲突中将带来巨大的优势。比如，中国已经在0.55万吨大驱上装备了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能够提供1000公里外的反舰能力。这是一种能改变未来海战格局的非对称打击手段。这与美国海军战舰上配备的 Mk41和 Mk57系统明显不同，因为美军的系统更注重防空和反导，而不是反舰，而防空反导的导弹弹径更细，而反舰导弹，特别是反舰弹道导弹的弹径要更粗。此外呢，中国的通用型垂发系统可以同时兼容热发射和冷发射的导弹。热发射的导弹可以在垂发装置内点火燃烧助推，而冷发射的导弹呢，则以某种方式将其弹出，通常是利用压缩空气发生器将导弹弹出垂发装置，然后才点火。美国制造的 Mk41和 Mk57都具有热发射能力，但是他们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中国的热发射导弹是如何工作的。无论如何，0.55万吨大驱被设计成能够装载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舰对空和舰对地以及舰对舰导弹平台。据报道，该系统至少能够发射鹰击18和长剑10系列对地攻击和反舰巡航导弹，鹰击83反舰巡航导弹，红旗16和红旗9舰对空导弹，以及鱼3火箭助推鱼雷。美国的刊物分析认为，最有趣的可能是在南昌舰顶部边缘所安装的一系列看似四四方方的有源相阵雷达天线。他们推测说，这可能是该舰电子战套件的关键部分。文章认为，其电子战系统至少采用了部分的相控阵设计，安装在主桅杆两侧的下部，或者是配装在舰岛结构的任何一侧。这些电战套件可以使军舰执行某种程度的电子攻击，对敌方雷达和其他信号发射器进行搜索、跟踪和识别。0.55万吨大驱被认为装备了全球最先进的双波段雷达，也就是 S 波段和 X 波段雷达。美国的朱姆沃尔特巡洋舰也曾经装备了双波段雷达，但是呢，这项技术美军并未普及，这说明美军面临的技术困难或者是代价太高。这两种不同波段的相阵雷达既能实施远距离目标的警戒，也可以精确地跟踪更小、更隐蔽和更快速移动的目标，并且还能够用于武器的制导。0.55万吨大驱也被认为是对隐形目标具有远距离的预警能力，甚至比
052D 上配备的米波雷达对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还优秀。美国人在055万吨大驱上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该舰好像没有装备大型的超视距的通信系统圆顶罩，也就是大型卫星通讯终端。因此，美国人怀疑055舰可能并不是一款追求全球作战的巡洋舰。055万吨大驱真的缺少大型卫星通讯终端吗？这可能只是美国人自己的猜测。该舰的定位是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也是中国海军远洋作战的旗舰。我们必定会装备最先进的卫星通信系统，只不过该舰上的电子设备都已经相控阵化和小型化了，这是一个大趋势。美国人没看懂，说明他们已经落后了。美国最新量产的伯克3驱逐舰仍然使用的是祖传的亮衣架，这充分证明美军在舰载电子设备的研发和量产问题上出现了问题。055万吨大驱的确是美国人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电子设备方面的差距还真不好追，恐怕这会让美国海军长期焦虑。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